要引心整个人就出境了，所以变成很多的这个调和的程序啊，它被切断了，它没有衔接，它被切断。开始的时候你身心比较粗，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等到你调得比较细的时候呢，很多现象呢它就会浮现出来。所以我们就发觉到说，我们在学这个方法的时候呢，它所提供的这些程序、这些方法呢，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好。那初阶的阶段呢，老师都会讲的比较详细，甚至也带的比较细，就是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把这些基础的功夫、基本的功夫呢，都学起来。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说，现在的状态呢，好像这些没有做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你如果做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到说，它的这个顺序更好，然后你把它熟悉了，会发觉说你在用功的过程中，每一次的过程你都是这样子运作的话，那么身体就从粗调到细，再细调回到平常的状态，稍微粗的这个状态，它这样进进出出的话，你都会感觉比较舒畅。而且呢，如果你比较粗的状态你没有调好，然后那个程序没有做好，你会发觉到说，一支香连接下来呢，它间中有很多也就是我们所谓衔接不上的。你这一支香没有做好，下一支香它不一定是完全相同，因为另外一支香可能是另外一个因缘，但是你这支香如果没有做好，它会遗留一些状态、一些障碍，到下一支香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浮现出来。所以每一支香，它们之间虽然每一支香都有它的因缘，但是每一支香之间呢，它们还是有一些联系的，还是有一些连贯的。所以我们从开始入境，然后到止境的状态，然后到出境，那个过程，我们都要把它学起来，然后每一次打坐都把它完成，都把它做好。那么这些方法呢，其实不是我们设计出来的，可能在教导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些教学的方法符合我们现在，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加或者设计一些方法，但是整体的这个教学呢，是从早期的一些禅师他们传承下来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汉传佛教里面的天台宗。天台宗它的这个法门，它成立一个宗派，成为一个宗派，然后呢，在中国佛教呢发挥很深很广的这个影响。那么一部分呢是它的教育。因为智者大师呢，到晚年的时候，他对整体的佛法有很完整的理解。当然，当时智者大师接触到的经典都是比较初期翻译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已经可以说是很完整了，就是在印度佛教很重要的这些思想，还有很重要的一些经论
都已经传到中国，然后也已经翻译了。所以智者大师呢，他有这个时间，因为他曾经闭关在天台上闭关一段时间，所以呢，他对这些经论呢都很完整的学习。他比较早期的时候呢，他很重视这个大智度论，所以他的著作里面有很多大智度论的这些思想跟一些资料，尤其他在教这个禅学的时候，然后后来呢，他完成了这个思想体系，他把读过的经典，就佛经当时在中国佛教中国的这个地方出现的这些经典呢，那么他就用一个架构把这些经典呢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就是因为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说经典有些讲的比较浅，有些讲的比较深，那么浅和深之间有一些看起来还是有些矛盾的那么如果你只是这样子去看的话呢，那你对经典的理解可能就会不准确。那么智者大师呢，他就把这一些经典放在他适当的位置上，所以他就把整体的佛法呢建立了一个架构，然后把这些经典放在适当的位置上。那我们如果是理解了这样的一个架构，我们读这些经典的时候，就发现到说，经典跟经典之间，它都可以贯通。表面上看起来某一些矛盾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道理，其实呢是根据这个众生的需要，不同的层次、不同程度的人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然后就能够了解到说整体的佛法，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在学习上就比较不会出现这种心理的一种好像矛盾或者心理方面的一些误解认为说这部经典这么讲，那部经典这么讲，为什么是这样不同的呢？那如果我们知道他对不同的根基的众生讲的，我们就觉得没有问题了因为佛陀度众生呢，他的重点就是要让众生明白。那么明白呢，你说你要用这个方式，有时要用那个方式，有时要用这样的说法，有时要用那样的说法然后让众生明白。那明白了以后，因为有些众生，比如说根基比较浅，你讲一些深的东西，他不一定听得懂。你讲浅的东西，那浅的东西有一些是世间法然后如果你现在学出世间法，然后如果你再写非世间非出世间法那个就是所谓的大乘或者是原教，那么你就发现到说它的教学上有一些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明白。所以智者大师呢，他对我们汉传佛教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建立了这个架构这个做法呢，在中国佛教也是很特别的，就是叫做判教把佛陀的教学，那么用适当的这个架构把它判设它，然后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经典论点放在适当的位置，让学习的人知道原来我们学的是什么程度的。比如说你会发现到说，你读某一些经典呢很相应，那另外的经典你读了它不是那么相应，可是有一些人读这一类的经典它就相应读你相应的经典它不一定相应。那我们就知道原来人真的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根性是有分别的好像有些人他们可以一整天念佛拜佛那个很欢喜法愿要往生，可是有一些人觉得说这个方法
他没有兴趣然后又叫他往生，他会觉得说，佛法不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吗？他这一类这些经典跟现实生活很贴近的经典或者修行的方法，他就很强硬。那你们有一些人可能也参加一些佛教的慈善的团体然后每次有什么事情发生需要人手的时候呢，你就勇往直前，你就去帮忙，然后去奉献你的力量，平时也做一些慈善的事情。可是有一些人呢，他就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那我们如果对这个有兴趣，不要认为说那些对这个没有兴趣的人，他们就不是学佛，他可能学别的东西，比如说他学术禅修他比较有兴趣可能他念佛比较有兴趣你很积极去做这个慈悲的行持的时候呢，他在念佛他用他的方法在修行，你不能说你的好，他的不好。那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就会产生这种心理认为说我学的这一套我学的这个才是佛法，然后其他的就不是佛法，或者是不是那么好的佛法。那我们起这个分别心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本身呢会影响自己的干扰，因为你经常觉得自己的最好，你就觉得别人的不好。那你觉得别人的不好，有时候你就会去批评，会讲他们，然后的心里面口没有讲出来，心里面就有了这个分别心。那么其实这个过程里面呢，反而就显露了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慢心就是意志上的一种迷惑，就有点慢心。慢心就喜欢跟别人比较，那么就让人觉得我的比较厉害了我学的这个东西才是怎么最好的佛法，什么这样。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圆融的比较完整的这个认识，我们就知道说众生根基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包容每个层次的众生。我们觉得他做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最好的虽然我不一定能够做得那么好，或者是我有兴趣去做，但是他愿意去做，对他来讲就是很好的。我们就心胸就容易打开了那个慢心分别心它就不会生起来了。这样对我们学佛有帮助嘛？因为学佛是要越学越宽的嘛。你用这种慢心来看别人的话，你就越学越窄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学佛学到最后，他只认为自己的这套是好的，别人的都不行那这样你的心胸窄的话，你又起这个慢心的话，你就很难进步的。即使进步，你都是为了要赢过别人好胜心雅俗赢过人家。那么这样子，你学佛学到变成你是不是为自己的修养而学，是为了要赢过别人而学。其实这种心态呢，在我们所有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有，尤其我们现在的很多社会的一种价值观，让你感觉到说，你都一定要打倒所有的人，才显示出你比别人厉害。现在的社会有这种价值观，所以很多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变成了那种心胸就越来越窄，因为他要打倒别人，他一定要强化自己。那么他强化自己，他的目标就是为了不让别人赢过他。那实际上我们真正在学习不只是佛法，世间的学问，我们学了是对我们自己有帮助，因为它会对我们的学养学识甚至修养都有帮助嘛，对不对？那我们学了这个，我们要奉献给别人，因为这些知识这些好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老师传授给我们，那我们现在还有责任就用它来帮助别人，分享给别人。佛法就是这样说，我们布施要放在前面，就是这样，就是一种分享。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我们学佛就会学得很欢喜，因为我们所学的都是佛法里面很好的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是可以帮助别人，都是可以去跟别人分享的。那么如果你这样子学习的话，你就不觉得说你一定要赢过别人，你觉得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可能某一方面我学得比较快，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有些人做得更好，那我们就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而且我们会很欢喜，我们要随喜，对不对？看到他们做这个都做得那么好，我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他们做得那么好，随喜。如果你一直想要赢别人的话，你看到别人做好的时候，你怎么样？就产生一种负面的心理，叫做妒忌。对不对？一个人有这个妒忌的心理就很危险了，因为他有慢心跟自卑的心理在里面，卑慢的心理在里面。那妒忌的心太强了以后呢，它就会产生一种害。那个烦恼心所法里面有害，就是你就会去伤害别人，因为你要让别人觉得你比他厉害，明明人家做得很好，你一定要想办法弄倒他。我们这个社会太多的这种竞争都是不健康的竞争，这种就是不健康的竞争，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有这种不健康的心态，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学佛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涵盖的